月份天气很热啊，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在这个地球的许多角落，在海面上的乒乒乓乓啊，也非常非常的热。这个杨老师，8月是个军演热，是不是？我算一算，这个军演简直是多的数不清啊！哈，这太多了，地球每个角落都在军演。当然啦，主要是这个中国大陆还有美国2个大国在主导，跟他们周边相关的很多很多军演。值得注意的包括了美国号称4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场军演，另外还有中俄之间的最大的一场军演中美两国主导了许多场，当然这个印太争霸、全球争霸的态势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显对，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近年来最大的这场军演在8月9号进行。那么特别是在美军撤离阿富汗，整个中亚情势混沌不明的此刻当然这也是大陆官方所发出的一个新闻稿认为这个美国很不负责任美国就这样突然撤军之后呢，等于是把中亚的安全包袱甩给了这个周边的国家用这样的理由在进行了一个军演。那么这个军演的名称呢叫做西部联合2021，当然它也被认为是这个中俄之间进一步提升军事合作水平的一个信号地点是在宁夏的青铜峡基地，那么时间长达5天。杨老师你怎么看？其实中国大陆和俄罗斯之间的军演在2005年就开始了，对，定期。但是呢，它的规模程度都不如这一次在宁夏的这么大的规模，预计大概超过上万的这个士兵，以及各种不同的这些装备和飞机。里面比较重大的意义是中国大陆自制的，而且完全自己技术的，像是歼20、运20这些这个飞机的这个类型，以及一些装备，甚至都由中国大陆解放军的这些军人在教俄罗斯的这个军人怎么相互的，就是怎么使用。过去因为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些军备，其实有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个就是说技术或者是改造它总是跟俄罗斯之间有很这个密切的关系。但是这次你看到整个这个军备的跟甚至这个飞机几个像歼20、运20都完全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俄罗斯过去的这样这个技术跟因素在里面。那这是一点。我觉得这个军演的3个意义第一个当然就是中俄之间从2005到现在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相互的这种关系的强化透过这个军演，然后呢彼此甚至你看我用你的，你用我的这样子的这种武器装备那第2个很重大的意义其实是针对中亚，尤其是现在美国要马上在月底8月底就要从阿富汗完全撤军，现在的阿富汗的情势真的是一日3变，那个省会被占领的这个数目不断的在增加。对，这个稍后我们会仔细谈。对，阿富汗3000万人口但是它分34个省，有的省其实只有几万人，那省会其实并不大。但是现在据说离那个喀布尔首都几乎是只到200公里。对，美国的情报单位原先1个月前还评估说6个月之内，塔利班会占领就是阿富汗，现在居然说90天。对，所以这次中俄之间的这个军演规模这么盛大，当然跟这个有直接的一些联动关系那么刚刚这个杨老师提到没有错，在这次的军演当中有几个亮点，包括这个歼20它是第一次参加跟这个外国的一些联合军演，是第一次。另外呢，这次也看到了，刚刚这个杨老师特别提到，他们这次也教这个俄罗斯的军人来操作中国的武器这个很特别这个在过去比较少见。当然，另外一个讯息我们也看到了，在中俄军演之前，其实呢，俄罗斯跟其他的中亚国家的联合军演也才刚刚结束，8月10号刚刚结束，当然规模比较小一点。而在此同时呢，目不暇给的8月6号到10号中国大陆在南海也进行了一场军演，而且是史上规模最大怎么个大法呢？它有8个坐标，这个8个坐标呢联动在一起，大概有10万平方公里，画了这个禁区，创下了一个这个新的纪录当然，这是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他所主导了很多的军演，包括俄罗斯主导了很多的军演。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那边也很热闹，对不对真的是这个军演月。美国在同时间呢，也主导了多场，规模也极其盛大。我们现在看这个8月2号到27号美国、英国日本还有这个澳大利亚大规模的演习。这场大规模的演习，它的代号 LES2021，叫做 Large Scale Exercise 2021大规模的全球演习4个国家一起你怎么看待这4个国家共同的一个军演？而且这次规模这么大，而美国内部还有其他的军演。我
简单的帮各位整理一下哈。刚才讲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军演，除了自己双边之外，也面对东亚的情势的一种等于是威吓了哈。也就是说，当这个塔利班占领之后呢，整个东亚是否会呈现一个权力真空？那恐怖主义的团体会不会蠢蠢欲动？那另外当然也是面对在整个西太平洋或者印太地区，美国跟他的同盟国之间的这个军演，其实也表示说中俄之间的合作。因为不要忘记前1-2个礼拜，俄罗斯的总理也就到了那个南千岛群岛，就是日本叫做北方领土，对的这个泽捉岛跟就是国后岛这边去。所以某种程度，这种中俄跟这个美国主导的印太，我觉得就是四方了，美日印澳跟一些其他的这个参与国，共同有一点好像对峙，在现在，但不多7月8月的时候，基本上其实因为这个海象比较稳定，海上的军演是这个常态。可是你现在看到它的这种针对性，以及就是说这个军演的规模和参加的这个层次哈，都在扩大。一个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但是另外一个呢，还有叫马拉巴尔，那个就是美日印澳四方在8月底，应该21号开始，差不多分2个阶段，一个港口，一个海上，在关岛附近。那这个印度其实是第一次派遣4艘军舰的舰队到这个西太平洋来。那同时呢，其实在7月已经举行结束的美国跟澳洲这边一个叫护身军刀。那同时也有加拿大、日本、韩国，韩国是第一次，纽西兰、英国这个参加。美国跟日本之间呢，也有另外这个所谓东方之盾，然后也许10月还会有个叫利剑。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说，我特别感觉到明显的是，美国这边主导的跟他的盟国以及军事合作国家，他的盟国包含美日安保的日本，以及美澳军事同盟的澳洲。但是呢，其他国家跟他有军事合作或者是战略伙伴关系的，他现在把它都集结在一起，利用军演，而且这些军演其实层次都很高，都是高端的。这种所谓的战略战术的演习哈，并不是单纯的所谓海上救难呐，这些层面的。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的军事演习，其实大部分都是以海上救难的这些低阶的这个演习。所以这个演习，而且他们的政治人物跟军事将领，在这个演习之前跟之后所讲的话，其实都有点针对，好像是彼此。尤其是在美国这边，就是像印度派遣这个4艘舰队经过南海到关岛来的时候。他就是说要去维护整个印太的自由开放以及南海的自由航行，担心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扩张，都是很针对性的。因此，某种程度的这种印太军事安全联盟，美国所主导的，不是单一的签了一个单一的法律条约的军事同盟，而是透过多层面的军事演习和双边的军事的互动。同盟关系到军事合作关系所建构的一个就是印太地区，但是以4方为主导的这个军事安全联盟，我觉得开始是会有点成立的。对，所以这我们可以视为是这个2大国中美之间大家互相拉朋友在秀肌肉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把肌肉这个秀出来。那么与此同时，除了这个朋友圈之外呢，我们看到美国也进行了自己的内部联合军演这个时间几乎是重叠的。刚刚我们讲这个美英日澳是在8月2号到8月27号之间，这个时间是算是蛮长的，接近1个月。对。那么美军自己的联合军演呢，是在8月3号到16号，在这个中间，这个规模也非常非常的大，跨越了17个时区。大家想看什么概念就在全球性的，它有50多个美军单位参加。那么可以说在南海东海黑海地中海等等，这个战线几乎是同时开启。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是要告诉中国大陆，我有能力，我不只能够同时开启一条战线，我可以全球同时开启的一个概念吗？我觉得当然有这种威吓效应存在了对美国现在要遏制中国大陆的这个发展的话，其实特别是在国防军事层面，就是所谓我把它叫3海一线，东海、台海跟南海。也就是在第一岛屿链之内，把它限缩在这个第一岛屿链之内，而在这个第一岛屿链相关的所有的这些美国的盟邦，把它形成一种就是这种松散的，但是紧密合作的，组织松散但这个军演这些这个相互互动非常密切的这种安全联盟。那同时也在全球展现就是它的这个军事的嚇阻的这个能力，当然也在针对，比如说。
因为他也看到中俄之间的这个结合，所以包含的这样是在欧洲、在大西洋，甚至未来在北极洋，因为北极这个融化，然后呢，北极航线开始出现，俄罗斯也开始在经营这个北极航线的国防跟安全的事务，一直甚至到千岛群岛、南千岛群岛，美国也看到这些层面，因此它的展现的就是说，除了战略核子武器之外，传统的武力的这些提升以及这个武力的展现啊，军演的展现，还有这跟各国的联合演习的这种就是说进行，因此很清楚的一种是整个把这个态势给展开出来，一种贺主以及这种展现，就是说你随时可以这个。你必要的话，它可以随时的去针对你的任何的行动予以抵制的。好，所以这个也许不熟悉这个领域的朋友哈，听到这里大家头都昏了，这么多场的军演哈，是啊，真的是太多场了。这个8月军演月真是太热闹。但是还有一个大家注意到了，最近哈北韩的声浪又回来了，因为好长一段时间，这个北韩算是蛮消停的，算是奇怪，有一阵子不是一天到晚去射导弹吗？那阵动不动就登上这个新闻头条，但是最近后来好像消停了一阵子，不是后来跟川普见面啊，跟文在寅握手啊等等啊，好像和平了一阵子，然后又把人家的这个联合办公大楼给炸掉了嘛。那么最近呢，北韩的小公主金宇正又出来放狠话了，她说美韩在自取灭亡，主要呢就是这个美国跟南韩啊，我们看到在8月10号到13号进行了预备性的军演，就是现在。那么这场正式的军演呢，将在16号到26号正式登场，为期这个长达10天哈。你怎么看待？当然，这个军演其实也是例行性的啦，是啊，例行性。那北韩也是例行性的要表态了，对。但是南北韩最近才刚刚恢复了热线，记不记得4条热线刚刚恢复，就没几天啊，这热线又停了。这个是朝鲜半岛的常态，它的常态就是没有常态，也就是它的常态是经常就起起落落的，事实上让你很难去预测。那这也就是这个从他的父亲金正日到就是这个金正恩呢的这种所谓对外给予的这种印象，他的决策其实就是有点起起落落，然后呢这个反复不定。其实有个规则哈，吵架打架和好，吵架打架和好是吗？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争取他的时间，他去扩大他的这个空间。过去整个从2006年第一次，2006年10月，他第一次核子试爆，到他最后的他连续进行6次的核子试爆，中间当然有许多次的这些导弹的这个试射。对，最后的成功呢是被认为是具有这种洲际能力的，也就是55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整个美国大陆的这个导弹试射也成功。当然他没有射到美国大陆，他只是射到半空中了，他就把它给这个炸毁。所以现在后来，因为当然还记得川普不是跟这个金正恩见了3次面吗？从新加坡到这个河内到这个板门店，对不对？但是呢，这场秀2个人做得很高兴，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的发展。不过某种程度是有一点把北韩的紧张情势给缓和，因为不然你怎么办呢？因为他已经拥有核子武器，你说要他完全去销毁他的核子武器，过去历史上也没有这样一个记录。你要他不再试爆这个飞弹，那飞弹本身其实如果它不装载核子武器，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呢，他现在我觉得他就是要准备再进一步的去这个就是针对他这个弹道飞弹可能要做试射。他的核子武器某种程度已经取得相当大当量的，就是说这个摧毁的这个能力。大概国际上的预估，它可能拥有15到20颗核子弹头的制造的这种原料，它到底制造多少，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它不会变，但是呢，它就不断的再去去表示说，对于美国跟南韩的这个威吓我想，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也不甘寂寞吧。然后呢，金宇正现在证明了，金宇正就是他的这个不能说接班人。金宇正等于就是他的副手，对，是某种程度已经走到台面上，就是说直接发言了。然后呢，明年因为韩国要选举，南韩要选举，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如果过去照那个惯例的话，他每5年一任的这个总统不能连任嘛，一定会换另外一个政党。对，那现在如果反对党其实是比较亲美的，所以现在你看到文在寅
在今年开始突然表现的好像比较亲美，因为他的这个连续在首尔跟釜山的这2个选举他都输了，就等于是好像这个其中选举被否决掉了。因此呢，明年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政党能够延续执政哦，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照过去的惯例的话，应该不太容易。这个时候，北韩当然就开始要展现出他的这个威慑能力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因素在这个里面吧。但南北韩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还是有这个中美的影子嘛，哈。对。因为以大的来讲呢，我们这个南韩还算是北韩的朋友圈，那么北韩呢是中国大陆的兄弟圈啊。是。那么2个的这个渊源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杨老师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冷战回归的概念哈？大家可能还记得昔日的美国哈扮演英雄正义的角色，带领全世界，特别是西方民主世界对抗苏联集团啊，以前是这样。那么现在呢，这个苏联集团变成了这个中国大陆哈，感觉上就是由美国为首，也是联合了这个西方的所有朋友圈，带领西方的民主世界在对抗中国。今天我们谈了这么多的军演，所以是不是有点这个新冷战思维的概念？是有这种新型冷战的这个概念出来哈，尤其就是在这个 G2，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对抗和竞争。那说竞争其实是以对抗，某种程度接近零和的这种竞争的这种态势，所以我们把它叫全面战略竞争关系。可是有3点哈，跟过去冷战不一样。第一个，过去的苏联它真的是有领土扩张，以及输送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然后，而且呢，他把他自己的这整个苏维埃的这个相关，从东欧到他整个控制的非常的严密。中国大陆其实没有这种说去侵占别的领土、别国的领土，或者是说非法取得别国领土任何的意图，或者是过去的实际上的这个例子。这个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差别。那第2个差别，其实你说意识形态的对立，其实也不完全是像过去那种共产主义对抗这个自由主义。虽然现在的拜登，他因为很多的因素，他现在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中美对抗，把它塑造成一个民主对抗专制。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他是要对抗川普，对抗共和党。为了国内的政治，还记得1月6号攻占国会吗？对，他就认为这个川普以及共和党代表的就是非民主，所以当你高举了民主大旗的时候，其实也就让你在国内的这种对抗，让你国内的去遏制川普对你的竞争呢，会比较有利。第2个就是他在国际上，其实他可以去挥举这个大旗，取得就是说这样子一个宣传的正当性，然后呢，他可以去进一步的去集结他的这个盟国。这是很重要的他的一个诉求。可是呢，实际上就是说，这真的是并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子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并不是。第3个，我觉得很大的差别是最大的关键是，那今天的整个全球化相互的这种整合，美国在去年2020年，其实虽然已经不再是中国大陆第1大贸易伙伴，还是第3呢。而整个贸易的逆差，其实中国大陆还是拥有3100亿。光是今年1到7月，中美之间的贸易增加28%，接近30%呢。所以实际上它要变成就是过去那种真正的冷战零和的，是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可是呢，在现在的这个中美对抗上的关键，就是第1个是科技、地缘，以及在一些人权或者是台海的议题上，就变成争执的所在了。好，所以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了很多的军演哈。8月全世界几乎到处都有这个军演的影子。那么透过杨老师的解析，大家就可以深入的去了解这些军演背后的这个各国的这个角力。